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半夜起来哄孩子，无意间看到书房的电脑没关机，我老公陈旭的微信还挂在上面。鬼使神差地点开了最上面一个置顶的对话框，是他与助理冯宇的。映入眼帘的是我的抑郁症诊断书。你看，他现在已经成了神经病了，每天动不动要死要活的。他要真是死在家里，我都嫌晦气。这个家我是一刻都不想待了，还是跟你在一起舒服。冯宇发了个扑哧一笑的表情。你家黄脸婆可真有意思，也是，这种与社会脱节的妇女，只能用这种要死要活的手段来缠着你了。老公，真是心疼你，每天要跟这种人待在一起。陈旭说，没有办法，现在他还在哺乳期，不能离，再等2年，等孩子2岁了，我肯定会与他分道扬镳。宝贝，你不是喜欢吃日料吗？我刚刚定了位置，周6一起去。他们的对话一字一句全是对我的嘲笑与鄙夷。我瘫坐在椅子上，全身冰凉，久久回不过心神来。原来我是这么差劲的一个人，原来我是别人的累赘，我是那个可笑的怨妇。我起身走到阳台边，外面一片死寂，只有小区里的路灯是亮的。打开窗户，我们这层是10楼，我望向地面，摔死了就不惹人嫌了吧。一阵风吹来，我打了个寒战，怀里的小宝突然哭得撕心裂肺，我手忙脚乱地哄他，他越哭我越着急，最后连着我自己与他一起哭。睡隔壁房间的月嫂听见了，从我手中接过小宝，一边哄小宝一边安抚我，太太没事，小宝就是饿了，你别着急。焦虑、情绪低落、悲观厌世，我意识到我的抑郁症越来越严重了。哄好宝宝后，我才平静下来，回到卧室，坐到梳妆台前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蓬头垢面，眼眶青黑，面色浮肿。短短3年，自己就从一个意气风发的职场精英变成了人人嫌弃的家庭主妇，还得上了抑郁症。我与陈旭是大学同学，从校园到婚纱，我们一直是同学眼中令人羡慕的一对。工作几年后，我们一起创业开公司。后来年龄大了，想要个孩子，医生说我们双方体质都不好，不容易怀。我渐渐减少了工作量，一心养身体备孕，一直没有成功。在医生的建议下，选择做试管。3年前，我彻底退出公司业务，每天往返医院，多次试管都失败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抑郁焦虑。后来终于成功怀上了双胞胎宝宝，卧床保胎10个月后，上个月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，其中过程有多艰辛，吃了多少苦，只有自己知道。孩子出生后，虽然有月嫂，但是我一个完整的觉都没睡过。我对着镜子哭坐一夜，看着宝宝稚嫩的脸，为了2个孩子，为了自己，我一定要振作，要反击。吃早餐的时候，我当作不知道他出轨冯宇的事，跟陈旭提了要多请一个月嫂，他不同意，请2个月嫂，煮饭做卫生，还有钟点工阿姨。那你干嘛？现在他是准备把我当免费保姆来用了吗？心里更加坚定了我要改变现状的决心。我扬了扬手中的抑郁症诊断书，陈旭，我现在是个病人，得减少跟孩子接触，我怕万一失控做出不好的事来，毕竟在他心里，我现在可是精神病。一旁的月嫂刘阿姨附和着说了句，每天带孩子很辛苦，小宝昨晚一直哭，太太哄了一整晚。陈先生，你没带过孩子，不知道辛苦。他朝陈旭走近了一些，低声说了一句，太太最近病情好像又严重了。陈旭心虚地咳了一下，看着我，昨晚小宝又不乖吗？
我最近白天上班太累了，晚上在隔壁睡得死，没听见。那行吧，请就请吧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呵呵，到底是上班太累，还是和冯宇玩得太晚？自从怀孕保胎后，我们就一直分房睡，孩子的事一直靠我和月嫂，他完全就是甩手掌柜。他的种种行为，我已经不想去细想。明天周六，带宝宝们去拍照，你要一起吗？他愣了一下，头也不抬。不了吧，明天我约了客户。我面色无波，叹了一口气，那真可惜呀，本来想拍全家福的。没事，等宝宝百日照，我一定参加。我攥紧了拳头，脸色平静。好啊，我很快就招到了一个月嫂，2个孩子都交给月嫂们，每天健身、美容，约闺蜜逛街，去医院复诊。大半年下来，病情好转了很多，人也开朗多了。陈旭一心扑在冯宇身上。几个月前，因为我透露出想调查陈旭那些破事，闺蜜唐瑞给我介绍了个私家侦探，叫宋随。宋随是个非常高效的人，很快就给我拍到了我想要的东西。从他转给我的资料可以看出，陈旭现在除了回家睡觉，其他时间都是与冯宇在一起。而冯宇这个人，我看着照片上这张似曾相识的脸，陷入了沉思。我这几年全部精力都放在家庭上，试管、怀孕、保胎、生孩子，每一样都耗费大量精力，因此疏忽了他，减少了对他的关注。冯宇刚毕业不久就被招了进来，那时候我只是听说，但并不在意。公司一直也有年轻的姑娘，所以他招了个漂亮的姑娘当助理。我不以为然，我那时多自信啊！我与陈旭从恋爱到结婚10多年了，他的事业心也很重。我从来没想过他会出轨，现实还是打脸了。他不仅出轨，还在筹划跟我离婚。宋随告诉我，陈旭现在开车去了周边城市的度假区，他在那里订了3天的总统套房。我看着他们露骨的亲热照片，心脏像针扎一般疼。我是去眼泪，为了孩子，我一定要坚强。我叫了唐瑞一起开车去了公司。前台跟我说陈总不在，与冯助理出去办事去了，还问我们是谁。看来我不在的这3年，公司的人事换了个遍。我是陈旭的妻子。前台小姑娘愣了一下，打量着我，是老板娘啊，要不您先坐，带我去你们陈总的办公室。要不您先等一会，我给陈总打个电话先问问。不必了，带我去陈旭的办公室。小姑娘还在迟疑着，我拿出身份证，沉下脸来。我叫许欢，是公司大股东，他只得放我们进去。我拉着唐瑞径自去了陈旭的办公室，前台小姑娘跟在我后头。我吩咐她把你们陈总的办公室打开，我们就是来坐坐。小姑娘叫来行政经理，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女子，又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。办公室里清一色的陌生面孔，她是将公司的人都换了个遍吗？听小李说，您是陈总的夫人许总。对，我是许欢，麻烦将陈总的办公室打开。他摊了摊手，恐怕不行，我们没有权利这么做。没有的话，那我们打电话叫人开锁好了。我是大股东，有权这么做吧？行政经理拿起手机给陈旭打电话，当然陈旭肯定不会接的，因为宋随刚刚给我发来他们一起下海潜水的照片。我做事要打电话叫开锁匠上门，行政经理只得拿着钥匙给我们打开了陈旭的办公室，我将他们赶了出去。今天逛了一天街，实在太累了，我们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休息一会。你们不用管我们。关上门后，我用移动硬盘拷走了陈旭电脑里的所有资料，交给你了。我将移动硬盘递给唐瑞，
他是做审计出身，晚上回到家，我看了会宝宝后，等待晚上11点，陈旭都没回家，给他打了个电话，电话久久没人接听。我不死心，拨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提示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又继续打他电话，终于接通了。电话那头的他，声音沙哑，语气不耐烦：“许欢，你有事，一天到晚都打我电话，给我点自由空间行不行？我天天为这个家累死累活，你能不能消停点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平静：“没事，昨天晚上你不是没回家吗？我有点担心你。”“我在外面呢，昨天陪客户出来散心，要周一才能回去了。”他语气柔和了一些。“对了，昨天和唐瑞去逛街，路过公司，唐瑞说想去公司看看你，结果我们去了，你还不在，我们等了一会，没等到你就回来了。我昨天下午就出门了。”电话那头的陈旭撒起谎来驾轻就熟，我当然没有戳穿他，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机。我现在就是一个对丈夫牵肠挂肚的妻子而已。我又与他扯了一些拉家常的话，又把宝宝的情况说给他听，然后才挂了电话。可能是出于愧疚，陈旭回家时破天荒给我带了礼物，一对卡地亚的钻石耳钉。他快有2年没有给我买过礼物了。如果不是知道他同时给冯宇刷了30几万买了同品牌手镯的话，说不定我会以为他心里还有我。不过我还是装着满心欢喜的样子接过了他的礼物。我跟他提起，现在孩子们不怎么需要我带了，我想重新回到职场的事。他愣了一会，有点恼怒：“你在家好好带宝宝们，公司里有我就行。我都脱离职场快4年了，要与社会脱节了。再说宝宝也快1周岁了，公司这几年我一个人能管得过来，你就别操心这个了。带好宝宝就是大功一件。呵呵，带到2周岁被离婚吗？”我心中冷笑一声，我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你不是说一个人有点辛苦吗？我现在去帮你，你还不乐意，那还不是太累了，想发发牢骚吗？不是真的是这个意思。欢欢，对不起，以后我尽量控制点脾气。陈旭，我不是请求你，我是通知你，公司我拥有55%的股权，你占45%，我才是公司最大的股东。当时公司成立，大部分的钱是我家里出的。许欢，你不信任我？呵呵，这么沉不住气，这是心虚急眼了。”我缓了缓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明天先去公司看看，好久没去了，前几天去，一个人都不认识了。你还真行啊，不声不响，将原来的老人换了个遍。你跟行政说一下吧，明天一早将我的办公室收拾出来。”陈旭见无法说动我放弃，气呼呼地回了他的房间。第二天，陈旭一大早就出了门。我早上和宝宝们玩了一会，到了公司已经是10点多了。为退出公司运营之前，我的办公室与陈旭的办公室是一起的，只不过用隔板挡着，但现在变成了冯宇办公的地方。行政给我在外面公共区域摆了一张办公桌。徐总，陈总说让您先坐这。看着那张小小的办公桌，我气笑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徐总，我是行政经理杨佳。杨佳是吧？你可以走了，公司不需要你。凭什么？徐总好大的威风啊！一个全职宝妈，回了公司就要开人。杨佳满脸不服气，就凭你叫我一声徐总，我对你的工作不满意，所以要辞退你。我是按照陈总的吩咐安排的。我走到陈旭的办公室，他正在打电话，他旁边坐了一个白又瘦型女生，这就是冯宇了吧？见我进了办公室，他们都抬起头来看我。
我一屁股坐到陈旭的办公桌上。许欢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陈旭，你把我的工位赶到那小角落里是什么意思？你不就是想来公司看看吗？难道得给你特意安排一间办公室啊？陈旭，我正式通知你，我要重新回到职场。不是开玩笑，他这么紧张，怕我回来查账吗？陈旭的脸色肉眼可见地拉长了。沉默半晌，他只得让冯宇将办公室让出来。冯宇拉了个椅子，扭扭捏捏地挤到陈旭办公桌旁。陈总，既然徐总要做我的办公室，那我只得在你这里挤一挤了。什么叫你的办公室？本来已在位置上坐下的我，又站了起来，走到冯宇面前，低头打量着他。你是叫冯宇吧？他睁着眼睛，点了点头。冯宇的照片，宋随已经给我发过无数张，但真人和照片上看的还是有差距的。眼前的冯宇楚楚可怜，非常能激起男人的保护欲，尤其是一双大眼睛，柔弱又无辜，与记忆中的那个人更像了。晚晚泪倾啊！我心下了然。虽然现在还不能直接撕陈旭和冯宇丑事，但我这口气是要发的。我俯身钳住冯宇的下巴，小姑娘人长得漂漂亮亮的，怎么说话一股子绿茶味？什么叫你的办公室？你一个小助理能有独立的办公室？我公司大股东，只能和人挤在角落里。陈旭皱着眉头，很是恼怒。许欢，你行了，你要回你的办公室，小雨已经让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扑哧笑了出来。什么叫让？好委屈呀！这本来就是我的，说的好像我抢了别人的东西似的。搞清楚好吗？这叫我的办公室被人占了，我让你还回来而已。是你占用了我的地方，懂吗？以后说话就好好说，别一天天查来查去的，装着这么无辜给谁看呢？冯宇想扭过头求助陈旭，我死死捏住他的下巴，他动不了，然后哭了出来。徐总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声音带着哽咽。陈旭坐不住了。许欢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想打人？我拍了拍冯宇的脸，记住了吗？他眼泪汪汪地点了点头。知道了，徐总，声音无比委屈。我放开了冯宇，对着陈旭笑了笑。我这是在叫人说话呢。陈旭，你也真是的，哪里招的这么一个助理？工作几年了，一点规矩都不懂，这样的助理可千万别带到生意场上去，会坏事。再说了，我可是遵纪守法好公民，我怎么会打人呢？你那么担心他干嘛？陈旭的脸像吃了翔，想说什么，又忍住了，最后憋出一句：好了，先办公吧。对了，你哪里招来的行政经理？太不干人事了，我不满意，已经叫他走人了。徐总，杨佳姐可能听差了，能不能原谅他这一次？冯宇急忙解释道。看来他与杨家关系非比寻常啊，他都敢将我的工位安排到小角落，既然他不把我这个老板放到眼里，那还留着他干什么？徐总，行了，就依你的意思。冯宇还想说什么，被陈旭打断了。陈总。冯宇转过身，可怜巴巴地望着陈旭，我看得想笑，吩咐冯宇，你现在就去通知人事，让杨家立马走人。他要是不走的话，请保安拖出去，你和人事一起监督。我去。冯宇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，我看着他似笑非笑。怎么，有问题？还是说这么点小问题你都解决不了？冯宇咬着嘴唇看向陈旭，可惜陈旭还不想跟我彻底闹翻，他一直假装认真地盯着电脑，当作没看见。看着冯宇这副样子，我就想笑。如果你这点工作都完不成，年底对你的考核需要重新评估。好，我去。他吸着鼻子出了办公室，没过多久，
办公室传来杨家的叫骂声，先是骂我，又骂陈旭，最后咬牙切齿地诅咒冯宇：“臭婊子，你以为你当小三就有好下场吗？大房一回来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把我赶走？表姐，这是徐总和陈总两个人的意思，滚！还不是你想讨好他？”接着啪的一声，冯宇又哭了起来：“表姐，你打我干嘛？打的就是你，和外人一起欺负我，我不打你打谁？外面乱成一团，看来让小绿茶对付无赖悍妇，效果显著。只是没想到他们俩竟然还是表姐妹，看来陈旭为了哄小情人，还真舍得花钱，把他七大姑八大姨都给供起来了。他哄得冯宇开心了，损失的可是我的财产。”我瞬间脾气又上来了，外面的吵闹声还在持续，陈旭坐立不安，屡次伸着脖子想看外面，他的小情人被打了，估计是心疼了。听着他们外面狗咬狗的声音，我似笑非笑地问陈旭：“杨家是谁招进来的？这种素质的人也能做行政经理？”陈旭收回目光，神色有点不自在，但还是强行解释：“他以前不这样的，之前看着还可以。”我一本正经地叹了一口气，看来你招人的眼光太差。公司的员工要做一次考核摸底，像杨家这种素质的，宁愿赔钱也要尽早清除出来，太偏激了。外面的吵闹声终于平静了下来，冯宇披头散发，捂着脸哭着走进办公室。“怎么了？”这时人事经理跟着进来了，跟我们汇报：“徐总、陈总，杨家已经被请走了。”他又看了一眼冯宇，他正趴在桌子上呜呜咽咽地哭着。但是冯助理被杨家打伤了，我义愤填膺地表示了我的不满。“哎呦，这么泼辣呀！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请的乱七八糟什么人哪？这是……冯宇，你有没有事？要不要帮你报警？”冯宇抬起头，他一边脸是红彤彤的，还有一条长长的抓痕，肉都被抓掉了，看起来触目惊心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忍住笑意：“刘经理，要不你赶紧去报警吧。”冯宇这是快毁容了。“不要，我没事，不要报警。”冯宇急急地站了起来，阻止了刘经理。我很义气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你这当然要报警啊！你放心，公司人都为你作证的。徐总，可能他被辞退了，心情不好，就算了吧。哎，本来想将他俩的矛盾再激化一下的，谁知冯宇竟然这么怂。”这时人事的刘经理说了几句：“冯助理，杨家虽是你表姐，她这工作还是你推荐的，这次被辞退又不是你让她走，没想到她竟然把你打成这样，我觉得你最好报警，要不然你回家还得挨打。”刘经理这么几句话，我喜欢。冯宇结结巴巴：“不用了，表姐她就是脾气差了点，我见她死活不肯报警，也就不管了。”挥了挥手：“行了，那你今天脸都被刮花了，你最好去医院看看。”我伸手摸了一下他脸上的划痕，有的地方肉都现出来了。杨家下手还真狠。冯宇疼得眼泪汪汪的。我故作可惜：“这杨家跟你有仇吗？这么恨你？”冯宇面色复杂，沉默半晌：“他从小就那样。”我挥了挥手：“算了，你先去看脸吧，要不然留下疤就不好看了。”冯宇低声说了声谢谢，拎着包，捂着一边脸走出了办公室。没一会，陈旭也借口说要去会见一个客户，匆匆走了。宋随给我发来了他们一起进医院的照片，看来是带小情人看病去了，还真体贴呀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约了刘经理一起吃饭，期间向他询问了公司里的一些人员情况。通过上午的接触和刘经理说的话，我猜他有对我投诚的意思。果然，我一开口，
刘经理很爽快地告诉我，陈总的司机是冯宇亲哥，叫冯健，还有财务经理许宁是冯宇的姑表姐，杨家是冯宇舅舅家的表姐。好家伙，还真是将家里的人都安排到我们公司了。刘经理说，冯宇妈是福凶魔，杨家从小在冯宇家长大，而且比冯宇大10几岁。冯宇一直对杨家唯唯诺诺，这次即便被杨家打得快毁容了，冯宇也不敢报警。刘经理对他们几个都很有意见，尤其是杨家，他在的时候非常蛮横无理，很多同事是敢怒不敢言。提及冯宇的几个亲戚，他直言让杨家走是为民除害。不过财务部这么重要的岗位让冯宇表姐把持着，不安全。我头疼地揉了揉眉心，心里把陈旭咒了个千百遍。直到下班，陈旭和冯宇都没有回来，人员都走光后，唐瑞带着 IT 技术人员走了进来。在等技术人员破解电脑的时候，唐瑞给了我一个惊喜。上次从陈旭电脑上拷走的资料，查出陈旭可能向一家叫旭梦的公司转移财产，具体细节还要等拿到财务的数据才知道。他已查过这家公司的资料，法人代表以及大股东是一个叫徐若梦的人。听到徐若梦这个名字，我的脑子在电光火石间闪过一个张脸。呵呵，终于还是被我印证了。我打开手机，翻出陈旭10多年前在 QQ 空间里晒的照片，果然有徐若梦。照片一对比，冯宇和徐若梦长得非常像，连唐瑞都说像姐妹一样。我心里一阵恶寒，手脚冰凉。我以为他只是这2年出轨了冯宇，没想到他竟然心里想着的一直是徐若梦。这个人我早就知道，他与陈旭是高中同学。原来陈旭一直心心念念的人就是徐若梦啊！瞒了我这么多年，我以为他们只是普通同学关系。我与徐若梦还见过几次，一起还吃过饭。有几次他来我们城市出差，陈旭不在，我还让人帮他张罗酒店什么的。现在想起来，觉得自己就是个傻子。陈旭和我从相恋到结婚超过10年，这么多年都没放下对徐若梦的执念，这就是所谓白月光的影响吗？我为自己这么多年的错付感到可笑，人间不值得。唐瑞说，旭梦公司成立的时间还没有多久，不到半年，想到我怀孕生孩子受了那么大罪，他却背着我不仅有小3小4，还早就谋划着转移财产了。我又气又心寒，恨不得将他暴打一顿。唐瑞让我稳住，等掌握了一切证据时再撕也不迟。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。陈旭破天荒地坐在沙发上刷手机，看样子是在等我。他有给我发微信，但是我在气头上没回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微微叹了口气，哎，这不是好多年没上班，有点生疏吗？今天多了解一下，再不努力就要被时代抛弃了。你要是累就别去了，公司又不缺你一个人。看来他还是没放弃要说服我呀，难怪能等我到深夜，那怎么能行？我现在每天精力充沛，不上班浑身不得劲。今天跟同事们了解了一下业务，发现不行啊。陈旭，怎么公司越做越差了？去年的销售额比我回家生孩子之前还少了呀，人工费倒是增加了不少。我觉得还是要再减一点人。听说你现在竟然还有专职司机了，现在行情不好，不是养闲人的时候，这个人头就砍掉吧。我巴拉巴拉一顿输出，让他插不上嘴。说完之后，我就回房了。睡觉之前，我又给宋随留了信息，让他帮我做一些事。第2天上班，冯宇和陈旭都不在。陈旭说约了客户，冯宇说脸上的伤口发炎了，要去医院再看看，他们俩是不是偷偷在一起。
我已经不去想了。宋随会给我反馈，我叫上刘经理，示意他揪个冯宇他亲哥的错处，然后把他给开掉。这帮吸血鬼在公司多待一天，就要多花我1天钱。刘经理说这是好办，公司有2台比较好的车，都是100万级别的，买的时候也是为了撑场面。冯健当上司机后，从来不进公司，每次陈旭出门要用车，都是冯宇提前给冯健发信息，让他把车开过来。其他时候，他都是开着公司的车到处显摆炫耀，欺骗不知情的姑娘说车是自己的。今年上半年，有个姑娘找到公司，扬言说怀了老板的孩子，结果陈旭走出来，跟那姑娘根本不认识，最后查出来才知道是冯健冒充公司老板，开着公司的豪车出去玩弄妹子。得到我的指令后，刘经理打电话叫回了冯健，然后在保安的陪同下，拿着公司手册通知他说他被解雇了。冯健从未在公司打过卡，没有考勤数据，开除他我们有理有据，我们不用赔偿。与杨家一样，冯健也在公司大吵大闹，先是赖着不肯走，后来要赔偿。刘经理冷笑一声，上班期间你没在公司，开着公司的车去约会，还想要赔偿？冯健争辩说，司机可以不坐班的。那你开着公司的车干私事，请解释一下。刘经理播放了一段视频，冯健牵着个女子上车，而视频上显示的时间是上班时间，行车记录仪的数据都被我拷下来了。这样的内容很多，如果你不走，那咱们法庭上见。你开公司车私用的油费以及其他费用都要算一算。冯健愣了，一时语噎。2个保安一人一边驱赶着他往外走。今天上午，陈旭和冯宇都没来公司。冯健见找不到可以帮他说话的人，只得骂骂咧咧走了。临走时还踹了一脚我的门，扬言要让我这个黄脸婆净身出户。我笑了，淡定告诉他，公司业务收缩，开除你是我和陈总2人的决定，要不然你猜为什么今天陈总不在？能往陈旭身上泼点脏水，我挺乐意的。我现在一点都不心疼他。我和陈旭、冯宇3人在办公室里各怀鬼胎，相安无事地相处着。至于开除掉冯健的事，冯宇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起过，就像没发生过一样。我原本以为他会哭着说情，可能是陈旭劝住了他，或者是给他画了什么大饼，让他暂时老实了下来。陈旭外出越来越频繁了，还经常不带冯宇。他每次要跟出去，陈旭都是拿我做法子。乖，他在呢，你天天这么跟着我出去，他会起疑心的。我们现在先忍一忍，等将公司的资产都转移走，我们就不怕他了。在高清监控镜头下，冯宇眼中的泪水都能照出来，他眼泪汪汪地拽着陈旭的胳膊，不肯撒手。我真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，你留我一个人在办公室，真的好窒息呀。他每天都在办公室和客户打电话闲聊，我都快烦死了。陈旭掌管的这几年实在不像样，好多老客户都丢掉了。我回来之后，只得厚着脸皮重新去联系，没想到这在冯宇眼里也成了闲聊了。他不想与我相处，我也更不想看到他，所以在他与陈旭2人窝在楼梯间卿卿我玩。回到办公室后，我装作无意问冯宇：“冯宇，怎么，办公室你是待不住了吗？每天进进出出，看来你实在闲得很。我是陈总的助理，现在陈总也不在呀。”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：“你是他的助理，为什么他出去谈生意，你都不去跟着？要你这个助理是干嘛用的？还是说陈总对你不满意，不愿意用你了？”这段时间，陈旭忙着陪徐若梦，和冯宇在一起的时间自然就少了。
我这么一说，冯宇的脸色变得煞白，嘴里喃喃：“这不可能，不可能的。”我低头看了一下手机，收到了宋随刚刚发来的照片。有什么不可能的？陈旭啊，最近都不知道在干嘛，现在都夜不归宿了，孩子也不带。我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：这男人不会是外面有狗了吧？徐总，陈总最近晚上都不回家吗？我揉了揉太阳穴。对啊，你知道他去哪了吗？你看白天来公司转一下就没人了，晚上也不归家。你是他的助理，你帮我盯一盯，看他是不是外面养了人了。给你开这么高的工资，可不是让你来吃白饭的。你要是这点活都干不了，你还是趁早走人。我连着对他一番输出，冯宇涨红了脸。徐总，那我去找找。去吧，务必要找到。以后你就专门跟在他身后，看他是不是外面养狗了。要是养了，你回头告诉我。宋随给我的照片是陈旭揽着一个孕妇做产检的画面，他们旁边还跟着一个老人，是陈旭他妈。徐若梦的肚子看起来像怀了4、5个月的样子。宋随说徐若梦怀的很有可能是个男孩，已经偷摸找人看过了。陈旭给徐若梦在市中心租了套房子，把他妈接过来伺候她。他们温情脉脉的样子，真是刺得我眼酸。想想我自己前几年做试管生孩子，陈旭除了他必须到场的场合，其他时候都是我独自来的。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，只能当是喂狗了。生孩子之后，因为生的是双胞胎女儿，陈旭他妈转身就回了老家。现在倒好，徐若梦肚子里的孩子还没生出来，陈旭他妈就已经上门去照顾去了。想想真是讽刺啊！冯宇一连几天没来上班，估计找人去堵陈旭去了。他没能力，又过惯了大手大脚的日子，由奢入俭难。他现在脸上还留了一道长长的疤。陈旭现在一心扑在徐若梦母子身上，他开始恐慌了。后来他们偶尔来公司，冯宇和陈旭都冷着脸。陈旭一走出去，冯宇就跟着。他们在会议室拉扯着，陈旭一脸不悦：“你能不能不要天天缠着我？许欢还在办公室呢，他又不知道你家黄脸婆蠢得很。老公，你最近对我冷淡了好多。”陈旭很是不耐烦：“最近不是忙吗？你忙什么？你家黄脸婆现在天天在找客户，她一来，把你之前的客户都接过去了。以后咱们怎么办？我们把钱都转走就行，给她留个空壳子。跟你姐说一下，最近有几笔对旭梦的付款，尽快帮我付掉。你现在只有要求我姐给你办事的时候，才会对我态度好一些。”监控下的两人又开始争吵起来，我也乐得他们几个人狗咬狗。不过这还不够，冯宇太菜了，到现在还没发现徐若梦的存在，就连旭梦这家公司完全没他份，他一点都没怀疑。不知道该说他蠢还是单纯，可是我快等不及了，得帮他加把火，让他尽快知道徐若梦才行。我拨通了宋随的电话，公司在我的主持下，业务很快发展起来了。我每天忙着见客户和供应商。我在外地参观一个供应商工厂时，接到了冯宇的电话，另一头的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：“徐总，陈总出事了，你快回来，工厂车间里的噪音很大。”我扯着嗓子回了一句：“有话快说，陈总在医院里等着抢救，需要家属签字，您能不能来医院？”我愣了一下：“你说什么？噪音太大？我没听见。”说完挂掉了电话。我走出车间，来到外面，冯宇将我的手机拨打了一遍又一遍。我缓了缓，平复了情绪：“你说什么？刚才没听见。”“徐总，陈总躺在医院，马上要抢救，你能不能快点回来签字？”“你不能签吗？”我反问他。“徐总，
你别开玩笑了，医生说只有家属能签。也对，你又不是陈旭的家属。我装作恍然大悟，叹了一口气。可是我赶不回来呀，我忙着呢。要不咱们放弃治疗吧？冯宇声音哀戚：“徐总，我求您了，您快点回来。我现在在市，就是现在坐飞机赶到医院，至少得3、4个小时，那怎么办呢？”另一头，冯宇语气绝望，声音变得极轻：“你不回来签字，陈旭真的要死了。”我叹了口气，挂掉了电话。过了没多久，手机又响了起来，是个陌生的手机号。“您好，我是云城派出所的民警。”未等他说完，我哼了一声：“是不是要让我把钱转到安全账号啊？老娘没钱，滚！”说完就挂掉了电话。没一会，冯宇的电话又打来了：“刚才警察打你电话，你怎么不接？”“徐总，警察来了，陈总做手术需要签字，您能不能授权警察签字？”“不好意思，不行，我不了解情况，现在我有点反应不过来，我不能授权。”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。“我是警察，那你知道陈旭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？”“据我所知，应该没有。我和陈旭都不是本地人，父母都在老家。1年前，我婆婆一见我生的是女儿，扭头就回老家了。陈旭将他妈接来照顾徐若梦的事，是偷偷瞒着我的，所以这个时候，我还是假装不知道的好。”思虑再三，我还是决定马上返程。发生这么大的事，我作为陈旭名义上的妻子，理应到场。我赶到医院时，医院里只有陈旭他妈和冯宇守在医院门口。陈旭还没出抢救室，我那婆婆哭得撕心裂肺，嘴里不停地咒骂冯宇：“你害死我孙子，又害了我儿子，我一定要告你，让你坐牢枪毙！你个害人精，花了我儿子那么多钱，你得把钱给吐出来！”冯宇披头散发，脸肿得像个猪头，低着头不吭声。陈旭他妈叉着腰，一抬头见到我，又开始骂我，怪我老公都管不好，笑死，全是别人的错，他儿子一点错都没有。从我见到他起，他的嘴巴就叨逼叨逼没停过，被他吵得头疼。你他妈能不能闭嘴？就你这样的，能养出什么儿子？丢不丢人啊？被我这么一凶，他怔了怔，然后滚在地上开始撒泼。我站得远远的，冷眼看着他哭丧般嚎叫，心里毫无波动。没一会儿，有警察过来对我和冯宇进行问询。从冯宇与警察的对话中，我了解了事情的大概情况。陈旭陪徐若梦去医院产检时，被冯宇撞见，冯宇冲上去要打徐若梦，反而被陈旭扇了一巴掌。他怀恨在心，偷摸跟在他们后面，一直跟到徐若梦的住处。趁着陈旭不在，徐若梦一个人在小区散步的时候，与徐若梦扭打在一起。徐若梦滚下台阶，流产。陈旭知道后，自己心心念念的儿子没了，将冯宇暴打了一顿。冯宇拖着一身伤回家，跟冯健诉苦。本来冯健被开除，就对陈旭怀恨在心，这下自己家妹妹还被揍了。冯健从家里抄起家伙跑去打陈旭，他本来就是社会混子，陈旭不是他的对手，很快就被打趴下，没了声响。冯宇怕出人命，只得将陈旭送到医院。目前冯健已逃跑，还在追捕中。徐若梦还在住院，陈旭正在抢救。冯宇双手抓着头发，失魂落魄。我真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陈旭他背叛了我，他明明说只爱我一个的，却跟别的女人生了孩子。那个女的长相跟我一样，比我还大好几岁。我实在是不甘心。一位年轻女民警看不下去了，哼了一声：“哟，人家老婆还在这呢，你演深情给谁看呢？”
我附和着他，看向冯宇。冯宇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小三。徐总，你不是要我帮你抓人吗？徐若梦就在506病房，陈总把她养在外面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她的，你不要放过她。冯宇言语慌乱，指着隔壁病房，想转移我的怒火。他还真是蠢，如果不是我找人怂恿杨家透露陈旭在外面出轨的事，杨家又洋洋得意地去挖苦冯宇，就凭冯宇他自己，让他发现徐若梦不知道要猴年马月了。我嗤笑一声，你还是操心一下你自己吧。至于徐若梦，她花的陈旭的每一分钱，我都会要回来。手术室门终于打开，医生说抢救的太晚了，暂时保住了性命，但没有苏醒的迹象，很有可能会成为植物人。陈旭他妈哭得撕心裂肺，冯宇懵了。冯宇被警察带回警局配合调查。我去了徐若梦的病房，她靠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正发着呆。如今她这个样子，与冯宇还有7、8分像。见我来了，她抬起头，眼神空洞。许欢，你是来看热闹的？我摊了摊手，别，我没这么无聊，我是有事找你的。什么事？你出院后将陈旭花在你身上的钱以及转移的财产都还回来，否则我要将你们俩的事迹弄得在你们那个小地方人尽皆知。你做梦，没关系，我们会查账，咱们法院见。我走出病房时，他叫住了我。你老公在外面养女人，你就一点都不生气？陈旭说，最爱的人是我，这么多年对我一直念念不忘。转过头望着他，我笑得意味深长。是吗？真念念不忘，还非得几个月前才搭上你？你们不就是上次高中同学聚会搭上的？你知道？你说呢？许欢，你把话说清楚。我笑着从他病房退了出来，还贴心地帮他关上了门。如果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促成的，不知道会不会发疯。当时看到冯宇的照片，我就觉得眼熟，想起了陈旭的高中同学徐若梦。经打听，她刚好离婚没多久，所以在我的操作下，安排了一场同学聚会。本来只是试探，没想到他们俩还真天雷勾地火一般搭上了。所以虽然徐若梦现在可怜，可她并不无辜。如果她不跟陈旭，什么都不会发生。唐瑞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说账目已经理清了，陈旭往旭梦公司虚构名目，以非法转移公司财产1300万，利用公司银行卡为冯宇购买了总计500万的奢侈品，为徐若梦花费了200多万。唐瑞还将所有相关证据都整理出来了。处理完陈旭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后，我回到了公司。冯宇的姑表姐，公司的财务经理许宁，跟我提出了辞职。我笑着接过了他递过来的辞职通知书。辞职可以，但是需要将你虚构账目、非法转移公司资产的事好好交代一下，否则你的牢狱之灾怕是免不了。可是这是陈总让我做的，他让你去杀人，你去吗？都是成年人了，都有明辨是非的能力。在我的敲打下，许宁愿意作证，说这些事都是陈旭逼迫他的。我们拿着材料去法院起诉了徐若梦与冯宇。冯宇上次被警方带走后被关押了起来，后来又被家人保释了出来。而他哥哥冯建因为故意伤害罪已经在等法院宣判了。冯宇主动来公司找我，退还了陈旭给他买的所有奢侈品，其他消耗了的都用等价的钱抵了账。徐若梦那边一开始不肯退钱，说这些钱是陈旭给他的补偿。我带着公司法务找到了他，我为他怀了个孩子，这是他应该补偿给我的。我笑着问他，孩子在哪里？怎么确定是陈旭的？有什么证明吗？
首先你得拿出亲子鉴定，证明你怀的就是陈旭的种。还有，咱们刚才的对话都已经录音了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会把这些语音往陈旭的朋友圈和你们同学群发一发，或许你父母教书的学校也可以去贴大字报。我最近整理了陈旭的日志以及社交记录，得知陈旭高中时就暗恋徐若梦，但徐若梦的父母都是老师，陈旭是农民的孩子，他很自卑，只能将这份感情埋在心底。人就是这样，越是得不到的东西，越是念念不忘。后来个人有了不同的生活轨迹，陈旭也找到年轻貌美、长相与徐若梦极其相似的冯宇，但是一场同学聚会圆了他的梦。因为现在的他们身份差距没那么明显，徐若梦成了普通人，还离了婚，而陈旭变成了事业有成的小老板。两人见面后就一拍即合。徐若梦听说我要去他父母单位闹事后，终于服了软，将所有财产赚了回来，给他买的昂贵物品也都退了回来。后来冯健被判了15年。至于冯宇和徐若梦的恩怨，听说正在走法律程序，不过这也不关我的事了。我本来只是想试探一下陈旭的心思，他已经出轨一次了，我不介意他再出一次，反正我对他的感情已经消磨光了。没想到事情的发展比我想象的要迅速得多，我还没怎么出手，冯宇与徐若梦两人就已经两败俱伤了。公司在我的运营下，很快又恢复了正轨。陈旭还躺在医院里，像个活死人。之前他妈在医院陪护了他1个月后，见没有希望，就回老家了。没想到，没过几天又折回来了，说要分割财产。他认为陈旭这个样子，以后不能给他养老尽孝了，要求分割我们的财产。陈旭还躺在医院呢。你作为他的母亲，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他死了。这时我不禁庆幸陈旭没有死掉，要不然家里财产还得被分出去一笔。陈旭家一共3兄弟，就他上了大学，他一直扶住家里。他2个兄弟结婚成家，彩礼钱都是陈旭出的。因为我们家境好一些，我以前也没在意，现在陈旭不能给他们打钱了，就闹着要来分他的家产，还真有意思。你不给我钱，那你得给我养老。我是儿媳，你又没养过我，对你没有这个义务。要不你让陈旭爬起来照顾你。当初我从产房出来，他见我生的是女儿，那脸拉得老长，转身就回了老家。想到当时的情形，我现在都恨得牙痒痒。现在想让我给他养老，做梦吧！我再重申一句，养老没门，分家产更不可能。要不你去起诉我吧。大宝和小宝都已经快3岁了，因为别的小朋友说他们没有爸爸，所以我带着他们第一次来到医院看陈旭。他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医生说体征平稳，但没有苏醒的迹象。这样也好，就一直这样躺下去吧。妈妈，这是我爸爸吗？大宝指着陈旭问我。是啊，他为什么躺着？他是生病了吗？是，所以我真的是有爸爸的吗？对，陈旭啊，这也许是你如今存在的唯一意义了。我会独自带着女儿，抚养他们长大的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